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生电子。今天我们看这个充电器的输出部分，包括这个运放 MCU， 我们下期视频再讲。这个是光螯，就是用来稳压的。这个是 TL431， 这个是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这个是输出滤波电容，这个是电流取样电阻，这个是一个隔离的输出二极管。当电平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的时候，不会回流。这个电阻是用来稳压的，它通过输出极83伏限流这电容滤波以后，再经这个5伏稳压管稳压，给它提供一个5伏电压。这个指示灯是充电状态指示灯，当充电的时候变为红灯，当停止充电的时候或者是充满的时候它是绿灯。这个呢是红灯，它主要是电源指示灯，当我们输出电压正常的时候它被点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这端是接地，也就是负极。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我们刚才说过了，然后在这儿输出，同时在电流取样电阻的这端，通过这儿通过一个15欧电阻过来，然后这儿有2个 1K 的电阻，分别接到了 LM358 的3角和6角。LM358 的2角反向输入端在5伏电压，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限流电阻稳压管稳压的5伏电压上，经电阻限流，下边经电阻分压以后，得到一个 0.07 伏的基准电压，与3角电压进行比较。当后极有电池充电的时候，由于在电流取样电阻上产生压降，这样由于3角电压高于2角电压，那么在1角输出一个高电位，通过限流电阻加到了 MCU 的5角上，实现了状态的检测，也就能够检测出后极是否有电池在充电。另外，刚才我们的电流取样电阻取得的电压经15欧电阻，经这个 1K 电阻加到了 LM358 的6角，它的5角同样是在5伏上，经限流电阻分压电阻以后，在这儿得到一个 0.25 伏的电压。当我们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偏高的时候，高于 0.25 伏的时候，那么1角就输出低电位。这时由于1角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光螯的2角，这时由于它是低电位，所以光螯发光量增强，使输出电压降低，达到了一个稳流的目的。另外 LM358 供电是经这个12伏供电的，这个12伏是经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绕阻，经这个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提供的。这端的输出很简单，这个绕阻这个引脚直接就是接地了，这个引脚通过我们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这个电容滤波以后，又通过一个隔离的二极管输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比较简单了。这端是开关变压器输出，经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这个电阻和电容是抗干扰的，经这个隔离二极管输出，这2个电阻是 33K 的并联，起到假负载的作用。这个电阻和这个发光二极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发光二极管，它的作用是指示电源是否输出正常。这个就是电流取样电阻，这个是输出滤波电容。通过这个图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个位置是整机的地，所有接地的端都是这个位置。这个电流取样电阻的这端的压降通过15欧电阻，通过 1K 电阻加到 LM358 的3角，和这个 1K 电阻加到 LM358 的6角反向输入端，这是正向输入端。它的2角是在5伏电压上取得的一个 0.07 伏的电压，它的5角是在5伏电压经限流电阻分压电阻得到的一个 0.25 伏的电压。当后极有电平充电的时候，
正极电压通过这儿，然后通过电平通过这儿，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回到这端，在电流取样电阻这端就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通过这儿，通过 1K 电阻加到三角，由于三角高于二角的电压，所以一角输出高电位，通过这儿，通过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加到 MCU 的五角进行状态的转换，这个就是那个 MCU 内部是有程序的。另外一路通过 15V 电阻，通过这个 1K 电阻加到 LM358 的六角，五角是 0.25 伏的基准电压。由于当后极电流过大的时候，六角高于五角，那么七角输出低电平，因为这个是反向输入端，这端是正向输入端，所以它输出低电平。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这个二极管导通，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光偶一角的电压是来自于我们这个12伏通过限流电阻过来的，那么当它导通的时候，很显然我们431呢在这里起到稳压作用，但是由于它的导通，那么使这个位置的电压更低，那么所以使光偶发光量增强，使后极四三角导通量增强，从而使后极输出的电压更低，达到了一个过流保护的目的。随着电流的减小，我们这个六角的电压肯定要低于五角的电压，这时七角输出高电位。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供电是12伏的，那么这个位置为12伏，这个位置也为12伏，这个二极管反偏截止，光偶不受其影响，从而通过 TL431 来进行稳压。TL431 稳压也是非常简单的，光偶的一角是通过限流电阻接到12伏上的，431的阴极是接光偶的二角， TL431 的阳极接地，控制极通过分压电阻接地，同时这有一个加速电容，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位置，通过这个加速电容和这个限流电阻是取自于我们的肖特极二极管输出端这个83伏上，检测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低，从而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